皇帝陛下真气激荡，伤势愈发严重。然而他只是眯着双眼，冷冷地看着被扔在脚下的破铜烂铁，就像在审看着那个女人，久久不发一语。如果老五不再踏足人世间，该有多好。皇帝陛下低着头，忽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缓缓抬起头来，看着积坐于地靠在范闲腿边的五竹，极为困难地摇了摇头。叔已经记不起来很多事情，然而发生的终究是发生了，他总有一天会想起当年发生了一些什么，从而知道一些什么。他总是要来杀朕的。面色苍白的皇帝怔怔地看着痴呆无语，像个孩子一般试图站起却总也站不起来的五竹，忽然开口说道：老五，你又忘记了一些事情，真是幸福。当一位强大的人物开始变得如此唠叨的时候，是不是说明他真的老了，还是说他在回光返照？范闲怔怔地看着断了一臂的皇帝老子，忽然觉得胸膛处一阵空虚，一阵抽搐。他总觉得今天的这一切发生的太过怪异，完全不像是真实的。皇帝深陷的眼睛里光芒渐渐涣散，看着范闲轻声说道：不是你，终究只是你母亲赢了。他嘲讽地望着范闲，没有一丝颓丧的情绪，反而像极了前些年那位强大无比的君王，嘲笑说道：战家小皇帝的种是你的，老三是什么样性情的人你也知道，将来无论你如何做，这天下总是姓李的天下。你曾说过，你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朕却不得不想。皇帝看着范闲，唇角的笑意越来越浓，也越来越充满了嘲讽的意味。你母亲只是试图改变历史的进程，你却妄想阻止历史的进程，这是何等样狂妄而天真的想法。范闲沉默了很久之后，忽然开口说道：其实您或我在历史当中都只是很不起眼的水花。不，史书上必将有朕的一页。皇帝的瞳子里闪过一丝冷酷而骄傲的光芒。范闲没有再说什么，他到此刻才发现，原来自己依然低估了这位皇帝老子，原来自己平日里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根本没有办法瞒过他，便连北齐那边的红豆饭他也知道。此时场内一片血泊，范闲没有动，也不敢动，因为妹妹在陛下的控制之下。他甚至不知道该怎样解决眼下的局面，也不知道皇帝陛下此刻的虚弱究竟是一种假象，还是人之将死真的看透了某些事物。对于这位皇帝老子，范闲有着先天的敬畏，哪怕到了此时他依然如此。他不知道待会儿宫外的禁军是不是会突破自己预先留下的后手，再次强行打开宫门，他也不知道影子和叶仲那边究竟如何，他更不知道为什么姚太监那一拨人始终没有出现。最令他感到无穷寒意的是，陛下临死前的反击会不会让五竹叔、妹妹以及自己都陪他送葬。直至此刻，他依然相信皇帝老子有这种实力。皇帝陛下困难地抬起头来，微眯着双眼，隔着宫墙看着天空东面的碧蓝天空，似乎发现那边可能要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发生。他望着天空，眼角的皱纹却微微颤动了一丝，似乎想到了一些什么。探在龙袖之外的右手微微曲起，似乎想要握住一些什么。他眼眸里的光芒从涣散中渐渐凝聚，似乎想要看清楚一些什么。他的脑海里泛过无数的画面，似乎想要记住一些什么。没有谁比庆帝自己更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许从初八的风雪天开始，他就预见了自己的这一天必将到来，这不是还债，
只是宿命罢了。然而为何他的心中还是有那般强烈的不甘，以至于他皱极了的眉头像极了一个问话，对着那片被雨洗后格外洁净的碧空不停地发问。少年时在破落王府里的隐忍屈振，青年时与友人游历天下增长见闻，壮年时在白山黑水落日草原上纵马驰骋，率领着无数儿郎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剑指天下要打下一个更大的江山，亦在千秋万代不世之业青史留名。然而这一切却要就此终止，如何能够甘心呢？还有很多的事情未做呀。如果庆帝知道这些横亘在他人生长河里的人物，比如叶青梅，比如五竹，比如范闲，其实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会不会生出天亡我也，非战之罪的感叹呢？他只是在想，如果没有那个女子，就没有跟着他来到世间的老五，也就没有安之，也许没有内裤，没有很多的东西。然而朕难道就不能自己打下这片江山？不，朕一样能够，大不了晚一些罢了。没有无名公爵又如何？大宗师这种敢于与朕抗衡的武士本就不应该存在，不是吗？只是如果没有如果没有叶青梅，或许朕这一生也就没有了那段真正快乐的日子。皇帝的眉间蹙了起来，忘却了体内生命的流逝，只是陷入了这个疑问之中。这个问题当初在小楼里范闲曾经提过，然而直到此时皇帝陛下才真正的对自己发问。或许是因为过往的这数十年，他一直都不敢问自己这个问题。他收回了目光，恢复了平静。垂死的君王依然拥有着无上的威势与心智。他冷漠地看着面前的范闲与五竹，似乎随时可能用生命最后的光彩去燃烧对方的生命。一阵长久的沉默，范闲再次抹掉唇边的鲜血，紧张地注视着皇帝陛下的每一个动作。只是连他都没有发现，自己不仅薄薄的双唇像极了皇帝，便是这个抹血的动作也像极了对方。皇帝陛下忽然笑了，唇角很诡异地翘了起来，然后渐渐敛去笑容，冷漠开口道：朕今日知晓了箱子里是什么，但朕此生还有一件事情极为好奇。他双眼微眯望着五竹，一字一句说道：朕很想知道，这张黑布后面藏的究竟是什么？人世间最为强大的君王，在人世间最后一次出手的目标选择了五竹而不是范闲。或许是因为范闲是他的骨肉，或许是因为他认为五竹这种让他厌烦的神庙使者实在是很有该死的必要，或许是因为庆帝一直认为人世间的事情总是应该由人世间的人解决，而不应该让那些狗屎之类的神奇来插手。或许只是因为庆帝最后的刹那发现了范闲的某些形容动作实在是和自己很相像。总而言之，他那只如闪电般的手割裂了空气，袭向了五竹的面门，而放过了范闲。范闲活了下来，在皇帝陛下最后一击的面前，他的手就像是落叶一样被震开，根本无法阻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的手掌夹杂着生命里最后的那股真气，狠狠地伏在了五竹的面门上。